哈哈哈哈哈哈！没有白穿越一场，老子终于通过试炼，加入了这个修仙界排名第1的宗门——昊天宗。5年，只要5年，我星河大帝绝对能成为这个修仙界的主宰。丁，检测到宿主牛逼吹得太过分了，厄运系统绑定中。哈哈哈哈哈！老子果然是天眷之子，不仅加入了第1宗门，还获得了系统。等等，厄运系统，这是什么玩意儿？丁，系统绑定成功，现发布任务。任务1，毁灭昊天宗，奖励5神巅峰修为。任务2，让昊天宗脱离天下第1宗的位置，奖励5帝巅峰修为。任务3，被昊天宗逐出宗门，奖励5帝巅峰修为。什么？毁灭昊天宗？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好家伙，这系统就是个坑啊！虽然损失损了点，可刺激啊！毁宗灭派难度太大，让昊天宗跌下神坛也不现实，可被逐出师门，那不是轻而易举。宗门召集弟子的钟声，是出了什么事吗？正好去大殿广场看看，借此机会闹腾一番，脱离昊天宗。要不要等人都齐了，当着这些弟子的面，把一众长老都骂一遍，让这些弟子们都爽一把，然后我顺势被逐出宗门，再然后老子晋升5帝巅峰修为，进行扮猪吃虎、装逼打脸的时刻呢？楚星河，楚城，你闭嘴！大会要开始了，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你竟敢吼我！我可是你的小队长啊！小队长了不起吗？老子等会儿就是5帝了。昊天宗立宗1000年，从未有过如此之事。此次新人试炼，我门下2名弟子被奸人误导，双双殒命，此乃近100年来首例，是非曲直，宗门已查得一清二楚。今日召集大家，就是要处理此事，不管是谁谋害了他们，宗门绝不姑息。我靠！第一次和大长老这么近距离，大长老不仅不老，反而真是波澜壮阔啊！这气势，这身材……你在做什么？禀大长老，弟子有些饿了。什么？你在抖什么？抖成这样，该不会是他干的吧？你们是自己交代，还是让我来说？如果现在主动交代，宗门念在你年少无知，逐出昊天宗便是；可若是等会儿我亲手揪出来，性命难保。我操！逐出宗门，还有这好事儿，倒是省了我不少口水。说吧，试炼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长老，不用再问了，是我做的。弟子自知罪孽深重，已无颜留在昊天宗，还请大长老将我逐出宗门，以示严惩。快啊，快啊，快将我逐出宗门！巅峰5帝已经朝我狂奔而来了。哈哈哈哈！肯定气傻了吧？接下来应该就是要把我逐出宗门了吧？不错，你做得很好，好孩子。你是如何发现那2人乃是魔影宗奸细，在他们即将动手作乱之前，将他们引入险地坑杀的？啊？什么玩意儿？魔影宗奸细？不错，那2人乃是魔影宗派来破坏我昊天宗的奸细，他们阴谋还未实施，就被你无意中引导的信息坑杀。你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坑杀个毛线啊！这是坑老子吧？不管你是有意无意，此次你逐灭魔影宗奸细，保我昊天宗平安。从今日起，你晋升精英弟子，奖励聚灵丹10颗，入我门下学习。天佑昊天，天佑昊天！10颗聚灵丹，就想换走老子的巅峰5帝修为？想都别想！老子必须要被逐出昊天宗！大长老，弟子不配。其实，此次诛灭魔影宗奸细，乃是我们队长楚城最先发现的。弟子不过是执行者罢了。若论功行赏，应是队长的功劳。而弟子蒙骗了大长老，实在是罪该万死。还请大长老将弟子逐出师门。这小子疯了，把功劳让我？你叫楚城是吧？是。今日我故意以此试探，就是想看你们是否有勇气自己站出来承认。你身为小队队长，毫无担当。楚星河与你同乡，为了同乡情谊，宁愿背下罪名，接受逐出宗门的惩罚，你却一言不发，缩头缩尾。如今有何颜面领功？没有第一时间承认所做一切，简直犹如我昊天宗门楣。传我长老令，将楚城逐出昊天宗内门，从今日起贬为外门弟子，以儆效尤。不要啊！不是，为什么将他逐出宗门？不应该是我吗？不错，
赏不骄，罚不惊，当真是个好苗子啊。这剧本不对啊！老子明明是想被逐出宗门，怎么就成了好苗子了？那个大长老，弟子真的不配成为精英弟子。哦，有意思，别人都是拼命往我门下挤，你倒好，往外推。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慕名利的性子，好好修炼，我看好你。我特么，你这女人是听不懂人话吗？哎，楚哥，恭喜啊！楚哥成为精英弟子，可不能忘记我们兄弟啊！以后在宗门可要多多提携。好说好说。哎呀，楚城怎么没来？那个狗东西现在已经是外门弟子了，这内门他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就是，之前当个队长都不把我们当人看，这会儿被贬入外门，看他还怎么嚣张。对呀，他现在都是外门弟子了，可惜啊。楚哥，之前那个狗东西可是没少对我们动手，你看。你这话可就不对了。虽然那个狗楚城那个家伙是无耻了点，卑鄙了点，下贱了点，可是我跟他毕竟是同乡啊，身处异地，同乡如手足啊，你们怎么能落井下石呢？不敢不敢。这样吧，打断一条胳膊也就是了，可不能再过分了哈，毕竟人家也是外门弟子，对吧？楚哥大气，楚哥胸怀辽阔，我们兄弟敬佩啊！就按楚哥说的办。此次虽然错失被逐出宗门成为巅峰武帝的机会，但还有机会，只要我不断作死想办法受罚，就能被逐出宗门。唉，两位师兄好，这是怎么了？楚哥，我这次怕是完蛋了吧？昨夜收拾了楚城后，我们就回去炼丹了。只是沈师兄太过于兴奋，一不小心竟然炸了丹炉。这丹炉炸了，会不会有惩罚？轻则关1个月禁闭，重则直接取消精英弟子的资格。别呀，我可是刚成为精英弟子，我不能啊！两位师兄放心，这事儿我给你们去解决。楚哥，你不要谢，谁让我们是同门呢？同门之间就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我们可不能学楚城那货色。楚哥真是仁义。仁义你个毛毛！要不是为了被逐出宗门，傻子才替你背锅。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我先过去瞧瞧。对了，炼丹的地方在哪儿来着？在那里，灵鹤宫药王殿。师兄，星河师弟赏不骄罚不惊之事可是传遍了昊天宗，真是让人佩服。师兄，我想学习炼丹。师弟既然想学，我会亲自教导你。不过炼丹之术对天赋要求极高，还请师兄指点。星河师弟，灵火浸润丹炉的时候，一定不可以乱了心神，否则灵火失控导致炸了炉，那可就麻烦了。大长老最忌讳这一点，处罚也是极重。放心吧，师兄，只要心神失守就能炸炉，那我不守的话，是不是就能直接开炸了？好，走，我先带你去朱雀殿内先做个测试。星河师弟，坐在这里，待会儿按照我教你的方法，将灵力注入地火之中，引动灵火。哪怕测试失败也不要紧，可以下次再来。但绝对不能心神失守，导致灵火爆发而炸炉。你可是大长老亲自提携的弟子，可千万不能让大长老失望啊！师兄放心。好，放心吧，师兄。在让人失望这件事上，我从不让人失望。地火直接变色，星河师弟，你的天赋极佳啊！那是自然，师弟，不可分心。星河师弟，快停手！停手！都快要爆了，我能停手。星河师弟，完了，完了！这一次，老子倒要看看谁能挡我。是谁胆敢如此？完了，全完了！冯飞，到底怎么回事？大长老，这是个意外，还请息怒。方才是星河师弟测试灵火，然后一不小心炸炉了。这是炸炉吗？这动静怕不是想炸了整个朱雀殿。还请大长老不要全怪星河师弟，我身为监管师兄，没有能够阻止，也应该承受责任。没想到这个冯师兄还是个好人啊！等我被逐出宗门，成为武帝之时，必定给你一番造化。是你？是我，大长老，并不是冯师兄说的那样。冯师兄已经将所有注意事项全部都跟我说明，
是我自己没有用心去听，才导致如此结果。千错万错全是我一人，还请大长老不要处罚冯飞师兄。这一切都因我而起，没想到星河师弟竟然要独自扛下一切。这样的师弟，我作为师兄怎么能看着他受罚？真的是你？千真万确，星河有愧于大长老提携，自知罪孽深重，请大长老从重处罚，逐出师门。快把我逐出师门啊！真不行，把我精英弟子的身份取消掉也行啊！只要取消我精英弟子的身份，我就能直接从1品武者晋升3品大武师。大长老，还请不要过重惩罚星河师弟，要罚就罚我吧。你闭嘴！来，你再把刚才的事情重复一遍。啊，这女人怕不是真有毛病吧？快，再来一遍。你要看炸炉是吧？那好，我再给你炸一个。朱雀灵火，是朱雀灵火。没错，真的是朱雀灵火。天佑我昊天宗！时隔400年，我昊天宗终于又诞生了朱雀灵火。400年了，整整400年了，昊天宗终于再次出了一位可以驾驭朱雀灵火的弟子。朱雀灵火，什么玩意儿？这是几个意思？说好的重罚呢？好，不愧是我看中的弟子。大长老，国有国法，家也有家规。哪怕我今日真的拥有了朱雀灵火，但连续2次炸炉之罪还是不可不罚，还请大长老秉公处罚。好啊！完了，坏了！听听，什么叫境界？什么叫胸怀？星河师弟才刚刚被提升为精英弟子，可是人家没有任何焦躁，而今更是成为400年来第一个拥有朱雀灵火的人。可是这种情况下，星河师弟却没有丝毫的忘乎所止，还要大长老处罚他，这是何等境界啊！你真的很好，我见过太多天赋绝伦却德行不配的年轻人，而今日你说出此番话语，真是令人欣慰。也不枉你得了朱雀灵火，药圣终于后继有人了。天佑昊天！天佑昊天！星河啊，此次炸炉虽然因你而起，却并不怪你。朱雀灵火又岂是寻常丹炉可以承受？炸炉自然也是注定的，所以你无罪。楚星河，从今日开始，我亲自教导你炼丹之术。星河啊，可千不要辜负了你这朱雀灵火。谢大长老。不过你今日这一番话，却也点醒了我。一直以来，我因为炸炉之事惩戒了太多弟子，实属不该。毕竟他们也是无心之师。从今日起，若是因为无心之师引起炸炉的弟子，不再惩罚。谢大长老宽厚。要谢也应该谢你们星河师弟，倘若没有他，我又如何能够走出自己的执念啊？谢星河师弟。星河师弟，恭喜你了。师兄客气了。星河师弟，从今天起，在这灵鹤宫，谁要敢动你，那就是跟我们所有人为敌。星河师弟仗义，之前我还听信谗言，说什么是你指使人去打断了楚城的手臂，如今想来，我是真的汗颜啊。谣言止于智者，星河师弟又岂会是那种人？我马上要去调查，到底是谁乱嚼舌根子，看我不废了他！不用查了，我今天去外门，听说是楚城那个家伙自己说的。胡说八道！那个狗东西被贬入外门之后，星河师弟都还没有见过他一面，如何能够指使人对付他？定是这个狗东西觉得星河师弟进入精英弟子行列，心中扭曲，污蔑星河师弟。等会儿我就过去废了他。诸位师兄不可啊！楚城污我，怕也是有难言之隐。可我与他毕竟是同乡，他被贬入外门，我本就心生愧疚。如今若是诸位师兄再伤了他，我又如何过意得去啊？听听，这就是境界啊！出身都是同一个山村的2个年轻人，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不行，身为师兄，必须要替星河师弟出了这口恶心，不然我道心难以通畅。唉，这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被逐出宗门怎么就这么难呢？伤终于好了，没想到我楚城竟然落魄到如此境地。不过就算在外门又如何？只要我肯努力，终有出头之日。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楚城，你的伤好得很快啊！这位师兄是，你也配称呼我为师兄？唉，又是绞尽脑汁想办法被逐出宗门的一天。星河师弟，冯师兄早，有事吗？星河师弟，大长老已在药王殿等候，今日要亲自传授你炼药入门技巧啊！传授炼药技巧，
是啊，能得大长老亲自传授炼药入门，师弟你还是头一个。身具朱雀灵火的你，未来必定走上巅峰。还未来呢？只要能被逐出宗门，老子立马成就巅峰。师弟，愣着干什么呀？走啊！这便是药王殿的镇宫之宝——朱雀炉。当年药圣陆长风持此炉配朱雀灵火，横扫天下炼药师，无人不服。昊天宗药术天下第一的美名，便是由此奠定。弟子楚星河见过大长老。冯飞，你辛苦了，去教授其他弟子吧。弟子领命。星河，你可知道这朱雀炉的来历？请大长老明示。400年前，药圣陆长风以朱雀灵火驱动此炉，炼出的丹药，一粒可抵常人10年苦修，天下炼药师无人能出其右。可惜，陆长风仙逝后，朱雀炉便再无人能启动，因为没有朱雀灵火。而你身具朱雀灵火，你便是能让朱雀炉重燃之人。完了完了，这是要逼我当药圣啊！可我只想被逐出师门啊！炼药之道，首重变药。从今日起，我会亲自传授你变药之法。炼药之路虽苦，但你有朱雀灵火在身，未来必将属于你。好了，今日的课就到这里，你且自行在这琢磨。好。对了，切勿像第一次那样莽撞，万一损伤了朱雀炉，可就不好了。损伤朱雀炉？还有这好事儿？星河，你怎么了？没什么，大长老叮嘱的对，我记住了。好。朱雀神炉，朱雀神炉啊，我可要对不起你了。人物毕竟是神物，想让这玩意儿炸了没那么简单。拼尽全力！快了，快了，炸炉就要来了！哼，这一次谁来也不好使，把朱雀神炉搞掉，就算大长老也保不住我。搞不好闭关的宗主都得亲自出关惩罚我吧。成了！我靠，要炸了，得赶紧跑！本来想着毁掉朱雀炉，可万万没想到这么给力，竟然将整个药王殿都给炸了！哈哈哈，我看这次谁能保得住我？怎么回事？不好，药王殿出事了！哈哈哈！烧吧，烧吧，烧得再旺一些！药王殿是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大的火势？说好的天佑昊天呢？这是朱雀灵火，难道是朱雀神炉出了问题？这灵火烧的也太旺了！还都愣着做什么？快救火！这会儿只要我冲出去告诉大长老，自己一个不小心把朱雀神炉搞炸了，然后连药王殿也给烧了，大长老肯定会疯吧？哈哈哈哈！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熬出头了。对了，楚星河呢？最后留在店里的人是他，他可千万不能有意外。啊！你不要过来啊！不好！星河师弟，完了，朱雀神炉这是成精了，知道我把他弄炸了，他这是想要跟我同归于尽。朱雀通灵，这是朱雀通灵，这是朱雀通灵的传承。昊天宗等了400年，今日朱雀终于降临了，都给我住手！任何人不准再去救火，万一救火阻碍了朱雀通灵的传承，那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昊天宗的千古罪人。不，这不是我想要的啊！我不想当炼药师，我想当武帝，真不行，武宗也行啊！啊！我操，老子走光了！啊！星河，你没事吧？尼玛，当着这么多人面走光了，能没事吗？天佑昊天，天佑昊天，又是天佑昊天！老天爷，你只佑昊天，啥时候也佑我一下啊！我就想受个罚，怎么就那么难？醒了，大长老，弟子一个不小心，把朱雀神炉弄炸了，点燃了整个药王殿，弟子有罪。炸了朱雀炉，烧了药王殿，这么大的祸！这次总该逐我出师门了吧？好孩子，你在胡说什么？啊！你且随我来。今日乃是朱雀通灵，又怎能怪你？况且朱雀神炉乃是神器，
又岂会那么容易损坏？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朱雀神炉。400年了，朱雀炉今日终于重现它真正的模样了。感情我刚才炸掉的根本不是朱雀神炉的本体，我不光没把它弄炸，还一不小心得到了药圣传承，这闹呢！好孩子，你可是得到了药圣传承。是，好啊！又是3个好，我现在听到这3个字就头疼。 400年了，400年了，我昊天宗终于重新拿回了药圣传承。天佑昊天！传我之令，从今日开始，楚星河晋升核心弟子。天佑昊天，天佑昊天！又我秀你个蛋！恭喜星河师兄！诸位师兄万万不可，星河何德何能，怎敢让诸位师兄如此称呼？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星河师弟啊！别人晋升核心弟子，哪一个不是鼻孔朝天？是啊，星河师弟创造了昊天宗有史以来入门最短时间从内门一路晋升核心的记录，却一点傲气都没有。对咱们这些师兄还是如此敬重，这是何等胸怀！星河师兄，按门规，您现在已是核心弟子，我等确实要称呼您师兄啊。还有这样的门规，各位师兄师姐，星河能走到今日，全靠各位师兄鼎力相助。门规虽如此，但星河入门最晚，怎敢让诸位师兄如此称呼？这样，以后有外人在场，诸位师兄可按门规称呼；若是只有咱们自己人，还请各位师兄照旧称呼我星河。听听，星河师弟口中，我们都是自己人，这是称呼的问题吗？这是不忘本啊！星河师弟如此优秀，却丝毫不骄不躁，这样的绝世好师弟去哪儿找？就按星河师弟说的来吧。好了，好，就按星河师弟说的来。我们就不要打扰星河师弟了。今日还要重建药王殿，大长老还在那儿等着，大伙儿早些过去。各位师兄师姐受累了，因为星河的原因，让诸位师兄跟着操劳，星河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好说，这些都是小事。一个核心弟子对咱们这些精英弟子如此谦卑，这种事儿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绝世好师弟，给他干活，帮他重建药王殿，就问怎么了？想要受个罚，怎么就那么难呢？啊，太难了！拿掉精英弟子的身份已经那么难了，现在想拿掉核心弟子的身份，不更难吗？任务：失去精英弟子资格，奖励自评武宗巅峰修为；失去核心弟子资格，奖励五品武灵巅峰修为。唉，唯一的好消息是奖励也跟着升级了，可这些奖励升级有屁用啊！我就不信了，这些奖励我一个都拿不到。我楚城身为靠山村天赋第一的少年，不能因为1、2次的打击就倒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楚城发誓，哪怕你楚星河已经晋升为核心弟子，待到机会来临之日，我必定手提3尺剑，取你楚星河项上人头。对了，还有那个偷袭我的内门弟子，那家伙一定是楚星河找来的，肯定是他。我要把那个内门弟子的脑袋砍下来，做成剁椒鱼头。我要这个内门弟子知道，惹了我楚城的人要付出的代价是任何人都绝对承受不起的。哟，你这裹得挺严实啊！又是你！挨了一顿打，这眼力劲儿倒是越来越不错了。师兄，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星河师弟成为了核心弟子，我寻思着来揍你一顿，庆祝一番。师兄，现在是白天，要不你晚上再来？药王殿虽然被毁掉，不过昊天宗的实力何等雄厚。本来因为药王殿弟子越来越多，就有些拥挤，现在被一把火烧了，反而可以建造一座更加宏伟的药王殿。所以这把火，楚星河烧得好啊！大长老所言极是。咦，怎么没看见冯飞？哦，方才我让他给星河送核心弟子的服饰了。冯飞这孩子也不错，师兄弟之间友好和睦相处，理当如此。冯师兄、沈师兄，药王殿重建的如何了？星河师弟放心，正在建设中。这是核心弟子的服饰，这按照规矩不是3天内送到就行吗？师兄何必如此辛苦，今日就送来？这是长老特意吩咐的。来，快穿上。啊，星河师弟穿上这身衣服是真好看啊！师兄过奖了。哦，对了，星河师弟，再过几日就是灵种开启的时间了，我已经安排人为师弟打听过了灵种各处的信息，不知星河师弟喜欢什么样的灵兵？啊？灵兵？是的，灵兵。
一般进入灵种都是看缘分的，有的人进入灵种一个不小心选择了最差的灵兵，结果缘分是来了，但是未来也没有。而有的人一进去就能得到一把强力的灵兵，直接为自己逆天改命。但极少数人知道，所谓的缘分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一些被长老看中的弟子，在进入灵种之前可能得到一些小道消息，但长老们也不敢说太多，毕竟门规摆在那里呢。师兄，你的意思是？意思就是星河师弟，你的缘分可以自己选，这样做会不会违背门规？不会。此事我悄悄探过大长老的口风，大长老那边也点头了，所以不会违背门规，不会受罚的。师弟，你放心吧。我放心个锤子！我问会不会违背门规，是这个意思吗？不违背门规，那还有什么意思？不被处罚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样啊，那就谢谢两位师兄了。我喜欢剑，剑。哈哈，剑啊！师弟放心，我们昊天宗灵种之中有10大神剑，虽然有5把如今都在各大长老和宗主手里，但还剩下5把没有主人。而他们的位置虽然是个谜，但大长老那边必定有一些消息。师弟你放心，我悄悄去找大长老打听，想来必有所获。既然如此，就多谢两位师兄了。咱们师兄弟客气啥呢？感情所谓的缘分背后还有暗箱操作啊！要不把这暗箱操作的事情捅出去？这要是捅出去，新人弟子还不得炸了锅？估计对整个昊天宗都是有巨大的打击吧。不行，就算捅出去也会被按下来，意义不大。我被逐出宗门的概率也很低。算了，先这样吧，先把神剑拿到手再说。星河师弟，拿着。好家伙，5把神剑的位置标记得这么清楚，甚至连怎么拿到都写得一清二楚。多谢沈春师兄。哎呀，师弟客气了，我也就是个跑腿的，师弟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大长老。沈师兄放心。师弟，大长老让我告诉你，最好选这3把剑之一，其他的别碰了。而且进入灵种之后，千万记得不要太多的跟人交流。上一次灵种开启，有个弟子也得到了一些消息，可是这家伙仗着自己的消息，却胡乱给人指引，最后搞得一群弟子只拿到了最差的灵兵。各山头震怒之下，连长老也没保住那家伙，直接被逐出了宗门。所以师弟你……咦，这哥们儿秀啊，还能这么操作？师兄放心，我铁定不会给任何人胡乱指引。好。沈春师兄，还得是你啊！你现在就是我最敬爱的师兄啊！沈师兄，你就放心吧，在胡乱指引这方面，那个被逐出宗门的，跟我比起来，简直就是个菜鸡。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呀！星河师弟心情这么好，当然，星河师弟，今日进灵种，可千万不要辜负大长老一片苦心。放心好了，我不会辜负的。大长老真的用心了，这怕是第一次出现这么详细的记录吧？师兄说的是，大长老可能是怕我看不明白吧？这些记住了，就烧掉吧。好。师弟千万记得要低调，这些东西你自己知道就好，可不敢给他人胡乱指引。师兄放心。史上最短时间成为核心弟子的人，那身核心弟子服好帅啊，金线更帅，要是穿在我身上就好了。唉，核心弟子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核心弟子？别做梦了，核心弟子那都是长老亲自选定的，未来都是宗门了不得的人物。晋升！灵种之内，你们可自行探索，但每人只有半天时间。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选到适合自己的灵兵，宗派将强制赐予最低等级的灵兵。现在你们依次进入，不得拥挤。这么多灵兵，该怎么选啊？完全看不出好坏，全凭运气吗？不愧是天下第一宗，这底蕴就是深厚。请问，你是楚星河师兄吗？师妹你好，我是楚星河。星河师兄，我叫万林。师兄你是核心弟子，应该知道的比我们多吧？不知道星河师兄能不能帮帮我们？万林师妹不用客气，我虽然是核心弟子，但知道的东西跟你们也差不多。不过，
帮助同门，我义不容辞。大家如果不嫌弃，可以跟着我走，我尽量为大家指引一些道路。谢谢星河师兄，星河师兄太仁义了。还有其他的诸位师弟师妹们，如果不知道该怎么走，也可以跟着我一同走，我会尽可能为大家指引方向。谢谢星河师兄。之前听说星河师兄为人仗义，为了维护同乡，不惜以身犯险，我还以为是传闻，没想到是真的。这一下我是真的服了，怪不得星河师兄能成为核心弟子呢。就是，你不知道，我前些日子碰到一个核心弟子，喊人家师兄，人家连理都没理我。星河这孩子秉性太好了，哪怕不是灵鹤宫弟子，只要是昊天宗的同门，他都愿意站出来帮助。就冲这一点，我服了。看弟子不能光看天赋，还要看秉性啊。那块石头上的灵兵多是适合火属性功法的，修炼火系功法的师弟师妹可以重点关注。那边是水属性的聚集区，水系功法的往那边走。星河师兄，你人真好。同门一场，应该的。差不多了，先把这些师弟师妹安顿好，然后我再去拿洛星神剑。大长老给的信息里，洛星的位置最明确，应该来得及。好了，这里灵兵种类繁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功法属性去挑选了。记住，量力而行，莫要好高骛远。多谢星河师兄，多谢星河师兄。接下来该办正事了，洛星神剑，我来了。星河师兄，我们迷路了，能不能带我们一程？星河师兄，听说你对灵种熟悉，能否指点一二？好，都跟我来吧。我第一次进来也不熟，但咱们一起走，互相有个照应。我昊天宗名列天下第一宗，门下弟子无一不是天赋绝伦，可天赋固然重要，秉性却也决定未来。诸位有何感想啊？大长老教训的是，我等必将私改。是，必将私改。我昊天宗虽然分很多山头，很多宫，但昊天宗从来都是一个无比团结的宗门，能成为天下第一宗绝非偶然。可这些刚入门的弟子显然对此还不了解，他们一心只想着自己，却忘记了灵种大会并不是比武大会，根本不需要争个你死我活。身边的人也不是敌人对手，而是同气连枝的同门师兄弟呀。大长老所言极是，我等日后必好生教导。灵池，这里就是灵池。这就是灵池，怎么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就是这里了，诸位师弟师妹可以在这里选择自己需要的灵兵。星河师兄，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知道啊，灵池。那星河师兄，你怎么还让我们在这里挑选灵兵？对啊，灵池乃是最早昊天宗灵中所在，这里的灵兵也是最古老的一批。没错，这些灵兵很多甚至都破损了，就算没破损的，也都是最差的。星河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挑选灵兵，这不是坑人吗？楚星河，就算是核心弟子，你这样坑害大家，我们也要联名上告，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孩子怎么把人带到灵池去了？灵池的灵兵，这不明摆着坑人吗？完了，刚才还夸他仁义，这下都给我闭嘴！觉得我在坑害你们，让你们选择最差的灵兵？哈哈哈哈哈哈！悲哀，这简直是天下最大的悲哀！星河师兄，你这是何意？1000年前，我昊天宗第一代祖师昊天大帝从一座小山村中走出，祖师没有无与伦比的天赋，也没有任何神兵利器，可他却凭借一己之力创建昊天宗。此后数百年时间，天下无数宗门兴衰，倒在历史滚滚长河之中。可我昊天宗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宗派一路迎难而上，披荆斩棘。400年前，我昊天宗第10代昊天大帝诞生，天纵奇才，斩魔手诛邪魁。那一日，我昊天宗的山门之上有了4个字：天下第一。此后400年间，我昊天宗坐在天下第一宗的位置上，从未有人可以撼动分毫。
可今时今日，我想问诸位师弟师妹一句，有谁还记得第一代昊天大帝的灵兵是什么？第10代昊天大帝的灵兵又是什么？我来告诉你们，第一代昊天大帝的灵兵名为玄铁剑，正是你们眼前这一把。千年岁月过去，它早已斑驳损毁的不成样子，可正是这斑驳和损毁，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而第10代昊天大帝的灵兵名为水星剑，它一样是一把默默无闻的灵兵，就在你们眼前。千年岁月，从默默无闻到如今高坐巅峰，还有几人记得曾经的过往？可悲，可盼。我们进入昊天宗，来到灵种，我们选择自己的灵兵。可是，我们只是来选择灵兵的吗？不，我们是来瞻仰先祖留给我们的过往，是来了解先祖曾经的辉煌。今时今日，你们看着眼前的这些灵兵，你们竟然告诉我这些是垃圾。可你们又有谁记得，他们每一件都曾跟随他们的主人为昊天座战至最后一刻？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修行之路难，难如上青天。一件灵兵可以让我们的修行之路好走不少。可扪心自问，第10代昊天大帝手握水星剑，依旧可以带领昊天宗踏上巅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400年前，先祖们没有神兵利器，依旧能为昊天宗带来天下第一的美名。可400年后的今天，你们一个个天之骄子站在这里，却只想着靠拿到一把灵兵来让自己的修炼之路变得更加平坦。你们配做昊天宗弟子吗？初心，我们都忘记了初心。我们想要得到更强的灵兵，都想得到更多的资源，可修行之路，外物终究是外物，只有找到初心，才能重现辉煌。初心，我们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我问你们，你们还觉得这灵池里的灵兵普通吗？星河师兄，我错了，我也错了。正所谓要忽悠，呸，是感动。要感动别人，首先得感动自己啊！不管他们信不信，反正我自己信了。我们只有初心不改，才能方得始终啊！现在你们还觉得这些都残兵破烂吗？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吗？400年前，先祖没有外物，依旧走上巅峰。今日我辈有何不可？你们觉得自己比人差吗？不差。星河师兄，我错了。之前我还以为星河师兄是故意坑我们，却没想到星河师兄的境界远超我们。400年前，先祖靠这些灵兵为我们打下如今江山，今日的我们却忘记了先祖们的遗志，只一味追求外物辅助。星河师兄说的不错，修行之路披荆斩棘，外物是可助我们一臂之力，可若是只追求外物，如何能走到巅峰？星河师兄，我们相信你。多谢星河师兄今日点醒我等。靠，有些人还是不太好忽悠。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就是灵兵吗？我刚才都说了，他们外物而已。今天哪怕神剑不要了，老子也要把你们忽悠学掉。我知道诸位师弟还在犹豫，也好，那我就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就你了，修行之路充满荆棘，我曾有过迟疑，却从未后退。我已经做好了决定，就选这把剑了。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之路。连星河师兄都如此抉择，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今日我辈再铸辉煌，今日我辈再铸辉煌。这是什么情况啊？神剑出世，万灵同归。昊天宗灵池之中有10把神剑，而每一次有神剑认主，都会出现无数灵兵跟着一起震动的事情。这正是神剑出世，万灵同归。可楚星河所在的区域并没有神剑啊，这是什么情况？昊天宗灵种之中的灵兵何止万里，10万100万也有。这可是千年来收集的所有灵兵啊！按照以前神剑出世的情况来说，会有很多的灵兵跟着一起震动，但楚星河所在的区域根本没有神剑啊，为什么这些灵兵都颤动起来了？
这是怎么了？昊天剑匣，这是昊天剑匣。谁也没有想到，楚星河那番不改初心、勇往直前的宣言，竟然引动了昊天剑匣，让昊天剑匣愿意认主。剑匣认主，惠泽众生，他们全都进入了顿悟。剑匣出，惠泽众生，灵兵与魂融合，这群小家伙这下发达了啊！昊天剑匣竟然出事了，能引得神剑拜服，也只有传说之中的昊天剑匣了。可这剑匣连第10代昊天大帝都无法收服，今日怎会？参见宗主。昊天剑匣竟然认主了。林师妹，我闭关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恭喜宗主出关，此事要从红中九响说起。2品武师，这才是真正的修炼之路啊！我突破了！2品，我也踏入2品了。星河师兄之恩，万灵此生不忘。星河师兄之恩，我等此生不忘。你是说，朱雀灵火、耀圣传承、昊天剑匣，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刚入门的弟子身上？宗主，大长老所言非虚，此子天赋确实千年难遇。更难得的是他的人品秉性，面对同门求助，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机缘也要相助；面对怀疑和不信任，他也毫无怨言。昊天宗从来不缺天之骄子，可能得到几乎所有长老认可的弟子，这还真是头一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家伙？瞧这领头之人的气势，看来就是昊天宗宗主了。弟子楚星河拜见宗主，各位长老。弟子拜见宗主，各位长老。起来吧。谢宗主。入门3000弟子，稍优秀些的我都有印象，唯独他，我竟全然不记得。不过能在短短数月间崛起，必是我当初疏忽了。此次楚星河得昊天剑匣，乃是天佑昊天。天佑昊天。星河，来，把你的昊天剑匣拿出来，让我们瞧瞧。是。飞黄。飞剑，这是传说之中的飞剑，千里之外一剑追魂，这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飞剑之术啊！昊天宗10大神剑，我手中的擎天剑排名第1，也不过能做到短暂御剑，那还是靠我自身修为强行催动。可这飞黄是真正的飞剑，昊天剑匣之中有9把飞剑，若有朝一日他真的能掌控剑匣，一念之间9剑齐出，那该是何等恐怖的画面！星河啊，弟子在。我昊天宗虽无飞剑之术，但剑道之路我也钻研半生。你可愿成为我的亲传弟子，随我学习剑术？宗主，这是要收星河师弟做亲传弟子？星河师兄，对不起，宗主，我不想成为您的亲传弟子。我刚刚没听错，他竟然拒绝了宗主，疯了！这孩子铁定疯了！星河，你……大长老，你刚刚说什么？宗主，弟子出身在一个名叫靠山村的小地方，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能入昊天宗，是弟子此生最骄傲的事情。在昊天宗，弟子感受到了同门师兄弟的温暖，更是遇到了大长老，他让弟子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父母的关怀。入灵鹤宫那一天，弟子默默告诉自己，大长老将我视如己出，我也将大长老视为父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要留在灵鹤宫侍候大长老。星河，你这孩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世上竟有如此至纯至孝的孩子。尼玛，过于煽情了些。鬼才想成为那啥亲传弟子，现在核心弟子的身份都难以摆脱掉。要是成为亲传，老子何年何月才能被逐出宗门啊？星河，好，
大长老的怀抱真让人温暖啊！好孩子，既然如此，本座准许你留在灵河宫。怎么感觉这话像是在铺定什么？不过你的天赋不可浪费，本座会亲自传授你昊天战意。昊天战意，宗主竟然要传授他昊天战意！要知道，昊天战意只有宗主的亲传弟子才有资格学习，而学到昊天战意者，基本上等于是入选了未来宗主接班人的行列了。星河，还不快谢宗主传授之恩！尼玛，老子果然所料不差，这他妈都快成下一任宗主接班人了，以后还有机会被逐出宗门吗？星河，快谢恩啊！谢谢宗主。好孩子，留在灵鹤宫，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亲传弟子。所以，终究还是逃不掉亲传弟子的身份吗？好吧，好吧，唯一能安慰的是，成为大长老的亲传弟子，总比成为宗主的亲传弟子被逐出宗门的概率更高一些吧。大概吧，或许吧。星河，这是昊天令，持此令，你可随时来昊天宫，随本座学习昊天战意。星河师弟果然前途不可限量，看来有必要再去看一看楚城了。星河师兄太帅了，我与星河师兄关系一直很好，以后我应该能在内门横着走了吧？星河师弟，这是你的新衣服，从今天开始，我也得称呼你星河师兄了。风师兄，其他师兄拿我打趣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这样？好，好，好，星河师弟，行了吧？星河，来。宗主，今日本座便传授你昊天战意。但在传授之前，有几件事本座要嘱咐于你，免得你日后犯错。犯错？所以机会又来了。星河，你听好了，昊天战意的传承乃是我昊天宗最强传承，但此功法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外传。否则怎么样？废掉修为，逐出宗门吗？否则当受凌迟之刑而死。尼玛！这是直接把所有的后路都给堵死了吗？弟子谨记。那好，接下来我亲自传授你昊天战意。接下来你要勤修苦练，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昊天宫询问我。多谢宗主，弟子告退。万万没想到，这小子天赋如此之好，一天就学懂了昊天战意，悟性惊人，比我当年还要优秀不少。唉，星河师弟，学了一天怎么样？学完了，宗主说我天赋不错，他当初3天才学完，而我1天就学到了，竟然如此之快。风师兄，你这是在弄什么呢？唉，这是采购清单。星河师弟，你不知道，药王殿此次要采购的份额太大，只要稍有差池，都会给宗门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啊！什么玩意儿？只要稍有差池，就会给宗门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还有这好事呢？冯师兄日日如此操劳奔波，我实在看不下去。师兄若是信得过我，不如让我一同帮忙打理。星河师弟，这是哪里话？师兄自然信得过你。只是这些都是繁杂琐事，若是耽误了你修行，反而不妥。师兄这话我可要生气了。身为昊天宗弟子，为宗门分忧竭尽全力，本就是分内之事。倘若人人只顾闭关修炼，对宗门琐事置之不理，宗门又何以立足长存？听听，不愧是星河师弟啊！我之前想找别人帮忙，一个个的都是推3阻4的，可星河师弟如此高觉悟，简直太让人感动了。既然师弟有心，那此番事务便有劳星河师弟了。好，星河师弟，清单上罗列好了本次需要采购的全部药材，你仔细核对整理。明日大兴商会会长会亲自登门，届时你按清单吩咐备货即可。药材定价参照这本价格录核对就行。我办事，你放心，师兄且安心去修行。
尼玛，这价格都标好了，还弹个锤子，根本没办法让宗门损失惨重啊！不行，有困难咱就要上，没有困难咱自己制造困难也要上。价格动不了是吧？那药材方面咱总可以动一动了吧？这采购清单上要采购300万株钟灵草，但是这种药材常见，价格低廉，没什么意思。如果给钟灵草不小心加上一笔，让它变成参灵草，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买300万株钟灵草才几个钱，但要是买300万株参灵草，那价格可就逆天了。哈哈哈哈，为宗门创造损失，我辈义不容辞。哈哈哈哈哈！我是大兴商会魏德谦，见过星河少侠。这是这次的采购清单，你按着上面的来即可。咦，怎么这次要这么多参灵草？星河少侠，您来看一眼，这参灵草是不是搞错了？清单无误，就按照这个准备。啊！300万株参灵草，昊天宗这是要干啥？炼破石丹？破石丹能干啥？石头又不会中毒。这不对吧？不，肯定是我想多了。能穿上这身衣服的亲传弟子，那绝对是天赋绝伦、心思缜密之人，他怎么可能出错？肯定是昊天宗有什么秘密计划，这不是我有资格打听的。星河少侠，这是合同，您过目。好。星河少侠，这合同不光要有您的签名，还要有大长老的长老令才能生效。长老令在大长老手里，这要是拿给他看，我的计划不就完犊子了？大长老这2天事务繁忙，也不知去了何处。长老令不好找，昊天令行吗？昊天令，太行了！这楚星河到底什么来头？昊天令在昊天宗，只有宗主亲自颁发才有资格拿到。能持有昊天令，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宗主的意思。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星河少侠，告辞。魏会长慢走，不送。300万株参灵草啊！哈哈哈，这损失得有多大？到时候一定会狠狠地惩罚我吧。冯少侠，这次的药材已经备齐了，还请验收。好。天下第一宗，不愧是天下第一宗啊！这底蕴太霸道了，想把昊天宗搞垮，简直太难了。可那句话咋说的来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搞垮昊天宗之路，不管多难，只要我不改初心，终有一日可灭宗正道。不错，这次的钟灵草灵气不错。这参灵草也不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参灵草？我操！300万株！嘿嘿，冯师兄肯定是去找大长老了。大长老！300万株参灵草，300万株！这小子是要气死我吗？大长老，弟子有罪。采购之事本是您交给我的，我却将它交给从未从事过采购的星河师弟。如今采购出错，请大长老对我责罚。我操！冯师兄，你要抢功，我一个字不说，可你要抢我的惩罚，那可不行。大长老，此事与冯师兄无关，是弟子非要参与此事，
此次采购出错，全是我一人之失。冯师兄为了药王殿建设殚精竭虑，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了。况且此次采购是弟子违背宗门规则，没有请大长老过目，才导致如此后果。请大长老对弟子从重处罚。抢功的我见过，这抢罚的我倒是第一次见。冯飞那边还好说，他也是个人，也会累，找人帮忙合情合理。可星河这边把采购单弄错倒也罢了，最关键的是没有经过我的长老令允许，私自使用昊天令，这可是重罪啊！大长老，星河师兄入门时间短，对宗门规矩并不了解，此次他也是无心之失，还请大长老饶恕星河师兄。好家伙，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你可别乱掺和呀！我是主动来领罚的，不是来求宽恕的啊！大长老，星河师弟固然有错，但念其年少，还请大长老饶恕。不是，你又是个谁啊？星河师兄为人纯诚，从入门至今兢兢业业，从不敢犯错，此次定是无心，大长老恕罪。大长老，星河师兄平日里待我们如兄弟，今日他犯错，我们愿一同受罚。对，要罚一起罚。我的个亲娘嘞！这楚星河是什么来头？整个灵鹤宫都来给他求情。我刚才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吧？没有吧？都给我站起来！再有敢求情者，一并处罚。大长老，弟子愿意受罚。弟子也愿意。星河师兄平日里对咱们什么样，咱们心里都清楚。今日他有难，咱们要是因为怕受罚就站起来，那还配做个人吗？请大长老开恩，弟子愿与星河师兄一同受罚。整个灵鹤宫都来了，我活了上百年，从未见过这等场面。大长老，人无完人，星河这孩子的秉性你最了解。此次他的确是第一次经手此事，犯错也是难免。莫说星河这孩子，便是你我年轻之时，又何尝没有犯过错呢？是啊，动用昊天令的确是逾越之罪，但宗主既然将昊天令交给星河，也没说不能用啊。对，宗主没说不能用啊。话说回来了，星河动用昊天令也不是作奸慢科。这几日大长老你忙得晕头转向，想来当时肯定是因为找不到你，这孩子又不了解规矩，所以才会出此事。魏德谦，当时星河有没有说过大长老事务繁忙找不到人？有。当时我记得楚星河少侠苦苦寻找大长老无果，怕耽搁采购的时间，不得已之下才动用了昊天令。也怪我当时没有跟楚星河少侠说清楚规矩，所以的确不是楚星河少侠有意为之啊。好家伙，我要把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说出来，这群灵鹤宫的人不得把我抽筋扒皮啊！别看老子300多斤，都不够他们一人一口的。你个死胖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老子当时是这么做的，老子明明是故意的。哎，算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么多师兄长老为我求情，这份情谊太重了。哎，罢了，今日就算再怎么，我也不能多说一个字了。这个胖子倒是不错，很懂得给台阶啊。楚星河，弟子在。擅自使用昊天令，在昊天宗乃是重罪，但念在你入门时间尚短，对门规不够了解，有情可原。然而犯错就要受罚，你可服气？来了，我终于要受罚了。功必赏，过必罚，弟子愿意接受任何处罚，请大长老降罪。好，此次采购出错，冯飞亦有责任，罚冯飞半年资源。弟子谢大长老开恩。才半年资源，在掌管丹药的灵鹤宫，这惩罚也就是意思意思。楚星河擅自动用昊天令，但念在情有可原，罚禁闭药王殿3月，期间只准炼制丹药，不可踏出药王殿半步。昊天令宗门收回，
此事本座会上奏宗主。3个月禁闭，这惩罚根本不叫事儿啊！星河师兄在药王殿潜心修炼3个月就是了。再说了，他不能出去，需要什么，咱们还不能给他送来。对对对，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大长老明鉴，这样的处罚合情合理。就这，大长老，您多少也把我亲传弟子的身份去了好不好？丢掉亲传弟子的身份，可是直接晋升5品啊！只关禁闭是几个意思？唉，3个月禁闭就3个月禁闭吧，聊胜于无。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之一，禁闭3个月，奖励2品武师巅峰修为。爽！虽然只有2品武师巅峰修为，但好歹也是肉啊！老子终于看见希望了。师弟，你听说了吗？那个楚星河闯下大祸了。就是那个刚刚成为亲传弟子的楚星河。楚星河闯祸了？没错，就是他。不过这次灵鹤宫所有的弟子和众长老都为他求情，只是被关了3个月禁闭。这位亲传弟子的人缘还是怪好的，要是有机会能结识一番就好了。就只关了3个月禁闭，这些长老也太偏袒他了，和没惩罚有什么区别？楚星河就是个狗贼，他表里不一啊！他这个人内心卑鄙至极，你们全都被他的表面给骗了，你们都被骗了！你怎么又来了？星河师弟他被关了禁闭，我很不开心，所以只好来找你聊聊天了。他被关了禁闭，关我什么事？本来和你没关系的，但是我刚刚在门口好像听到你骂星河师弟了，大长老都舍不得骂的人，你凭什么敢骂？我看你是皮又痒了。师兄，有话好好说。不错，这才是药圣传承该有的样子。这禁闭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些天虽然炼制出极品丹药了，可这过程太痛苦了。唉，这300万株参灵草压在库房里，根本处理不掉，这可如何是好？这些天楚城也该养好伤了，要不再去找他聊会儿天，抒发下心中郁气。这楚星河到底是何人？不行，必须交代下去。来人，老爷有何事吩咐？交代所有大掌柜，昊天宗有个叫楚星河的，千万不要惹他，谁惹了他就回家自己上吊吧，别波及到大兴商会。是，老爷。怎么，你有事吗，老爷？星月宗马长老来了啊！快请马长老去贵宾室，已经请过去了，就等您过去了。好，我们赶紧去。马长老，魏德谦，最近生意兴隆啊，昊天宗从你们这里可是没少采购啊。马长老您说笑了，大兴商会还不是给咱们这些大宗司服务的下人，能赚点也是马长老您这样的贵人施舍。我魏德谦何德何能，还不是马长老您抬爱啊。魏胖子，你这张嘴啊！马长老您此次大驾光临，不知是有什么吩咐小的？马长老您开口，小的给您效劳。我星月宗要采购一批药材，这是清单，你准备好送到星月宗，价格跟昊天宗一样便是，我就不多问了。马长老您放心，药材保准一样不差的给。马长老，这清单小的斗胆，请您再过目。这上面的参灵草不用了，参灵草的数目没有错，按照清单准备就是了。马长老，别的都好说，这参灵草真没有？没有？你大兴商会连参灵草都弄不到，50万株虽然多，但不至于弄不到吧？马长老，你有所不知，大兴商会想弄50万参灵草以前不难，可头几日昊天宗一次性采购了300万株参灵草，市面上现在能找到的参灵草差不多全让我包圆了，所有参灵草全在昊天宗啊！什么？那你现在能弄到多少？小的实不相瞒，别说50万。5000也没有啊！这胖子绝对没有胆子跟我开这样的玩笑。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昊天宗难道知道那件事了？很有可能，以昊天宗的消息灵通程度，必然已经知道了，而且先下手把所有参灵草全都买走，这是要断我们星月宗后路啊！不行，我得赶紧回去通知宗门。马长老慢走。老爷，东岳阁的上官长老和北冥城的徐长老也都来了，他们说也要参灵草啊！星河，你的火候把握度越来越好了。靠，把握个毛线啊！我想把握的是炼丹吗？都这么多天了，天天炼丹，还让不让人活了？大长老，星月宗的马长老，东岳阁的上官长老，还有北冥城的徐长老，3位一起来了。他们来做什么？不清楚。星河，跟我去见见这3家的长老。沈春通知冯飞先去招待3位贵客，我随后就到。好，果然是底蕴深厚啊。是啊， 3位长老久等了，失礼了。林长老，
我们刚才正说着药王殿呢，新建之后可当真是气派啊！昊天宗不愧是昊天宗，如此药王殿可真是天大的手笔啊！比起这药王殿，我更想看看那位得到药圣传承的弟子，想必就是林长老身后这位了吧？晚辈楚星河见过诸位长老。好孩子，免礼免礼。哎呀，你看我们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东西。三位长老，请入座。林长老，此次我们前来是有事相求。马长老客气了，10大宗派同气连枝，何来求字？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昊天宗帮忙，只要力所能及，绝不迟疑。绝不迟疑，我信你个鬼哟！我星月宗想从昊天宗购买50万株参灵草。什么？要买50万株参灵草？这马长老昏头了。我东岳阁也想购买50万株参灵草。我北冥城同样是50万株。3家一家50万株，加起来150万株参灵草，这是闹鬼了吗？参灵草这种破玩意儿，你们抢着要是什么意思？我没听错吧？150万株！我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处理这些参灵草，结果，大长老答应他们，快答应他们啊！150万株啊，咱们还剩一半，那也是天大的好事啊！三位长老说笑了，150万棵参灵草，我昊天宗就算全宗上下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三位怕是白跑一趟了。啥？不卖？啥？你都在我耳边念叨了10多天了，怎么有人买反而不卖了？阴谋，这里肯定有阴谋。林长老，您这是嫌我们出价太低，价格可以谈吗？林长老，明人不说暗话，我等此来是为参灵草。三位长老需要参灵草，直接派人来采购便是，何须亲自跑一趟？林长老，我们3家已经派人去过大兴商会了。哦，魏胖子的嘴什么时候学会胡说八道了？冯飞啊，明日你安排人去，好好让魏胖子长长记性。是。林长老，都是明白人，咱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那灵窟乃是我们3家共同发现的，昊天宗应该也知道，那灵窟之中遍布石化毒虫，没有破石丹，根本无法让弟子进入。可昊天宗如此手段，把我们后路截断，未免有些过了吧？啥玩意儿？灵窟？林长老，事已至此，咱们也别绕弯子了。那灵窟想进去，必须要准备大量的破石丹才行。我们3家商量好，各自准备各自的破石丹。可万万没想到，买参灵草的时候发现，参灵草全被昊天宗给拿下了。我们3家第一反应就是消息泄露了。昊天宗肯定是也知道了灵窟的事情，用这种手段逼迫我们3家，所以这才有了我们3人一起上山的事。林长老，你们昊天宗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也不矫情了。这灵窟的份额，我们4家平分就是了。没想到我只是想抬抬价，竟然得知了灵窟的消息。灵窟极为稀少，任何一家发现，那绝对都是当成天大的秘密保守。此次3宗发现灵窟，连昊天宗的情报网都没有得到丝毫消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鬼能想到星河搞错了采购单，300万株参灵草的采购，直接让3宗所有的谋划全都落空，一半。林长老，你未免有些太过了吧？这灵窟一共只有300个名额，你昊天宗想要一半，绝无可能。100个，此次灵窟昊天宗拿100个名额，这是我们的极限。如若昊天宗还不答应，那我们就只能去找武帝城了。相信以武帝城的底蕴，这些参灵草未必不能准备出来。成交。3位长老快人快语，本座也不矫情，就按马长老说的100个名额。来，喝茶喝茶。既然咱们4家合作，那参灵草的事儿还买什么买？我昊天宗送你们了，不光要送，我们还要帮你们炼制好破石丹，到时候一起交给你们。150万株参灵草才几个钱，至于所谓的帮忙炼制，那是帮忙吗？那特么是怕我们3家放了你们昊天宗的鸽子。只要破石丹还在昊天宗手里，我们就不可能把昊天宗甩开。林长老高明，林长老佩服。我太难了，我就想买300万株参灵草给宗门造成点损失，怎么了？现在损失没有，还特么整出来个灵窟！老天爷，你是不是在玩我？
师妹，看你这么开心，是有什么喜事吗？宗主，天大的喜事！也就是说，星河购买的300万参灵草，阴差阳错之下，却成为了昊天宗天大的机遇。确实如此。既然这样，他的禁闭取消吧。此次灵窟之行，就让他带队好了。是，宗主。什么？灵窟100个名额？风师兄，听说是因为星河师兄买了300万株参灵草。是啊，星河师弟这手笔绝了，误打误撞都能给宗门带来这么大的机遇。星河师兄果然是咱们的福星。我就知道，星河师兄最厉害了，连失误都能变成好事。唉，在这昊天宗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要是直接叛出宗门，系统也不认可，必须是要被逐出去。唉，我太难了。星河师兄定然是因为此次成为领队压力重大，怕无法带领我们拿到更多好处而烦恼吧。星河师兄，这么有料？不对，这是丘灵宫的标志。万灵师妹你好，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星河师兄，我也是此次100人团之一，本来是特意赶来感谢星河师兄为大家创造了如此机会，可刚才看到星河师兄愁眉不展，想来是因为担心不能带领大家拿到更多的好处而伤神吧。我那是担心带着你们拿不到好处吗？我是想着怎么才能把你们全给坑了，我是因为想不到怎么坑你们才伤神，好不好？星河师兄放心，虽然我们昊天宗距离最远，但是听长老说，我们已经准备了传送阵，不会挡我们如期赶到地方的。现在距离灵窟的开启时间还有5日，我们来得及。况且所有破石丹都在咱们手里，其他3宗绝无可能提前进入。我们若是到不了，谁也别想进灵窟拿到好处。我操，绝世好师妹啊！此次灵窟之行，灵窟的开启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一旦错过时间，灵窟就会自动关闭，下次再开启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可如果万一赶不到呢？哈哈哈，破石丹在我手里，昊天宗的人进不去灵窟，同时也坑了其余3宗，到时候那3宗岂会善罢甘休？好师妹啊，绝世好师妹啊，竟然给我想了个这么绝妙的思路。师兄，怎么了？没什么，走，师兄送你回去。走，可是我才来啊。诸位师兄，这是星河师弟，今天你就要带队外出，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各种丹药，你收好，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位。星河师兄，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还有我。星河师弟，这些灵石你拿着，出门在外花钱的地方多，这些灵石虽然不多，但也能解决燃眉之急了吧？这么一大箱，你管这个叫不多？冯师兄，你怎么可以这么抠门呢？星河师兄第一次外出，难免会有手头紧的时候，这点灵石够干啥的？来，星河师兄，我这边还有，你都拿着，我也用不着。星河师兄，我这边还有点，你也拿着。诸位师兄，你们待我真好，煽情什么？快都收下，大长老那边还在等着呢。星河来了，这些破石丹你拿着，出门在外不可胡闹。这长老令你拿着，遇到一些你认为要动用的时候就用它。会不会跟上一次昊天令一样受罚？放心，我已经禀报宗主，长老令也是我亲自交给你的，只要不是胡作非为，不会受到惩罚。知道了，大长老。走吧，一起去昊天宫，宗主和众弟子都在等着。此次出行绝不可胡作非为，不可堕了昊天宗威名，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星河，你身为此次领队，切记要谨言慎行，灵窟之行要护住每一个师弟师妹的周全，也要尽可能的为昊天宗带回更多资源。宗主放心，此次若不能拿到70%以上的资源，星河愿接受逐出宗门的责罚。我说的是尽可能啊，不是让你立军令状啊。星河啊，知道你想要为宗门争取荣誉，但若说因此就被逐出宗门，那日后其他弟子还敢带队吗？宗主说的是，可我身为领队就应该有领队的样子。此次若是不能拿到70%以上的资源，请宗主消去我亲传弟子的身份。好孩子，知道你想要为宗门赢得荣耀，但大可不必给自己如此大的压力。看看吧，以前弟子们出去，万一出了什么事，那都是互相指责，生怕最终责罚会来到自己身上。可再看楚星河，好孩子啊，身为领队，将所有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推脱责任，这样的领队去哪儿找啊？是啊，星河这孩子当真是可造之才。好，那便依你所言。星河，记住你的承诺，也记住你的责任。弟子遵命。好家伙，
灵鹤宫除了一些有特殊任务不能离开的弟子，怕是全都到齐了吧？可是楚星河只是去一趟灵窟啊，虽说有危险，但灵窟的危险程度大家心里都有数。你们至于这样吗？搞得跟楚星河要上刑场似的。星河师兄一路顺风，星河师兄大展雄风，星河师兄必定满载而归。这么多年来，能让如此多师兄弟真心喜欢的，星河怕是第一人。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所有人原地休息，我们今天就在雨城住下，明日一早再出发。星河师兄，这不好吧？会耽误行程的。耽误行程？哼，我要的就是耽误行程。万灵师妹，我们从这里赶到榆林山脉，1天时间足够，剩下这1天就在雨城休整。夺宝虽然重要，但大家记住，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昊天宗最宝贵的资源，你们的命比什么灵窟重要多了。星河师兄，之前星河师兄立下军令状，我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催我们赶路，没想到他竟把我们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包下樊楼，可是今日是万花盛会，楼内已经没多余的房间了，够不够？够嘞，够嘞，贵客请稍等。樊楼有上百房间，大家可以自由挑选，但我们会在雨城休整1日，明日一早出发。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要去看什么万花盛会，千万不要去看什么花魁，哪怕那些花魁真的很吸引人，哪怕错过了可能会终生后悔，但也一定要把控住自己啊！放心吧，星河师兄，我们是不会去的。我们都听师兄的。本来只是听说万花盛会，也没多想，可为什么听完星河师兄的话，反而心痒痒了起来？星河师兄，这没必要吧？我们只要不耽误行程，不违背宗门规矩，也不行吗？很好，刺头来了，我这都等你半天了，你这效率不行啊！话我已经说了，该怎么做，你们心中有数就好。马良啊马良，你可得给点力啊，别光说不做。去吧，带着其他师弟们一起去看花魁吧，最好今晚也别回来了。师弟们，你们一定要给力啊！终于有师弟按耐不住了是吧？我就说嘛，一群小年轻，在这个最猛的年纪，谁能抗拒万花盛会？万林，马良，好，又一个，张彪、赵通、刘海、孙向前，好，一共才不到30个，剩下的师弟们就不爱花魁吗？还有那些师妹们，你们学万林师妹啊！其实我这个人很开明的，不是不能接受你们有点特殊癖好，不过也不少了。这么多师弟出去，来个夜战八方，明天肯定一个个无精打采的。这种情况下，为了照顾师弟，路上多休息一下，很合理吧？然后因为师弟们太弱了，休息的时间长了，最后没赶上灵窟开启的时间，也很合理吧？再然后三宗暴怒，找上昊天宗，我先被削去亲传弟子身份，再被推出来背锅，即便不能逐出宗门，打入外门也不是没有希望啊！哼，师弟们的这个年纪我可理解，但是花魁有什么好的？只能影响我拔剑的速度。等我成为武帝，到时候别说找花魁了，找李逵都没问题。谁？星河师兄，进来。说吧，怎么回事？星河师兄，我去了万花盛会。我没有防备，胳膊差点被卸了。其他师弟赶到的时候，对方已经趁乱逃走，我们只能先回来找您。我说的话，你们全都当成耳旁风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这事儿是我给宗门丢人了，要打要罚，回去之后你如实禀报便是。张彪、赵通、刘海、孙向前、王虎、李龙、周鹏、吴飞，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去万花盛会啊！星河师兄，您说什么？老子倒要看看是哪里来的狗杂种，敢动我师弟！他妈的，活腻了是吧？星河师兄，我以为你会责罚我，骂我给宗门丢人，可你……星河师兄，这是要去给我们撑腰！我就知道星河师兄最讲义气了，还愣着干什么？跟上！马良啊马良，你以为我要责罚你？天真！我好不容易等来这个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带人去万花楼闹事，这罪名够大了。在雨城闹事，惊动当地势力，再闹到昊天宗，宗主和大长老就算再护着我，
也得给个交代，消去亲传弟子身份，打入外门，逐出宗门。呵呵，巅峰武帝等着我，我来了。咦，那不是刚才被打的那个小子吗？怎么带人回来了？这是要闹事？诸位请留。星河师兄这么暴躁的吗？连话都不让人说完就直接动手？让他们全给我趴下！得令。无关人员全部滚出去，不然就跟他们一样趴下。万花楼的掌柜10息之内不出来，老子今天拆了万花楼！10、9、8、7、6、5、4、3。大人且慢，我是万花楼掌柜，认识他吗？不认。星河师兄，他是真的在给我报仇。认识，刚才这位少侠在这里跟人起了一些冲突。对方是谁？我不。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的时间不多了，回答的慢了，万花楼就没了。大人，我说是皇家的三少爷黄少华。走。掌柜的，您没事吧？快去皇家送消息。让我一弱女子过去送消息。愣着干什么？快去！呸！这么危险的事，老娘才不去！老娘不干了！星河师兄，怎么样了？是皇家的三少爷黄少华，所有人收拾一下，我倒要看看这皇家是有天大的胆子，敢动老子的师弟。是。大半夜的敲什么敲？找死啊！老爷，不好了，三少爷惹事儿了。打起来了。一群厉害的年轻人，不是星月宗的人吧？应该不是，最近星月宗正在举行大典，除非特殊原因，弟子根本不会离开宗门。哼，在这雨城的1亩3分地上，除了星月宗的人，还真没有什么人被我皇家放在眼里。要知道，我们这一脉虽然是分支，可那也是平远皇家的分支啊！平远皇家那可是天下3大世家之一。借着本家的事，我们皇家在雨城这1亩3分地上，谁不得给几分颜面？此事我知道了，找人去打探一下，这群小家伙都是什么来头？是。老爷，不好了，那群小家伙打上门来了。一群小王八蛋，简直不知死活！他们也不打听打听，在这雨城，我皇家除了星月宗，怕过谁？皇家所有弟子听令，今日我要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有来无回！老爷动这么火气干什么？不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吗？文老爷的火气很大，等我出去灭了他们，再回来找你灭火。老爷，那您快去快回，妾身等您。放心吧，今天来的只要不是星月宗弟子，我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好胆，竟敢动手！果然不是星月宗，星月宗没有这个颜色的弟子服。老爷何故打我？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那不是星月宗，那是昊天宗，天下第一宗，昊天宗！皇家家主出来说话。少侠饶命！星河师兄，我师弟记住了，在外面受了欺负，别忍着，有师兄在。好。听说你皇家很横，没有的事儿，我皇家一直很低调，只是偶尔出现那么1、2个不听管教的孩子。要不我替你管教一下？是。哦，我看你眼神里写满了不服气啊，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没什么误会。把黄少华交出来，他砍我师弟一剑，我只要他一条手臂。少侠，犬子之事我也已经听闻。还请少侠念在他年幼无知的份上，饶他一次吧。这样，我拿东西来补偿少侠的师弟如何？少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些就当成是补偿少侠。一箱中品灵石，你在这侮辱谁呢？10息之内黄少华不出现，我马上就走。10、9、8、7、6。少侠，还请饶过。 5、4、3、2、
把黄少华带过来。爹，不要啊！你救救儿子，我再也不敢了，我不跟他抢了，我错了。你亲自动手。是。黄家主日后还要多多管教自家孩子，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好说话。大哥，这就是传说之中的昊天宗吗？太霸道了！五品武灵境说打脸就打，说要他儿子的手，他还得亲自把儿子找出来。天下第一宗又岂是浪得虚名啊？老爹，我想好了，我不要去星月宗了，我要去昊天宗。孩子，咱回家洗洗睡吧。星河师兄，此次全都怪我，都是因为我不听你的话，才惹出这么多的事儿。现在赶往灵窟肯定是来不及了。你们那都是什么眼神？马良此次虽然没有遵从我的命令，但正如他所说，门规没有规定，他做的也没有错，而被偷袭也并非马良所愿。至于耽搁行程之事，也是我的决定导致的。所以各位师弟师妹，不要记恨马良，即便我们真的赶不上，责任也全都在我。不管宗门有任何处罚，我都会一力承担。星河师兄，星河师兄，我不是人，我心胸狭隘。我总听人说星河师兄宅心仁厚，我一直认为星河师兄是两面三刀的人，所以我故意跟师兄你唱反调。星河师兄，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好啊，好啊，临危不惧，有勇有谋，毫不拖泥带水。星河这个小家伙，好啊。看看，这是我灵鹤宫的弟子，我的亲传弟子。当时马良违背命令，被人偷袭受伤，我第一反应，这得治他个不遵领队，给宗门抹黑的罪名。星河若真上报宗门，马良精英弟子的身份铁定保不住。而且堂堂昊天宗弟子被人一剑偷袭，还差点被削断胳膊，回来后还不得成为笑柄。可星河没有这么做，他带人第一时间杀到万花楼，火烧万花楼，逼问掌柜，那手段连我都惊呆了。我当时还纳闷星河怎么会认为掌柜的知道真凶。星河这孩子脑子是真的快。万花盛会这样的大会，万花楼掌柜如果碰到正常男人闹事，必然第一时间让护卫制止，真要出现伤亡，拿下行凶者也肯定是必然。可万花楼当时怎么做的？连追都没追，管都没管。星河当时并不在现场，但从两个师弟的描述以及赶到现场后的蛛丝马迹，瞬间做出决定，一言不发先动手，以雷霆之势横扫万花楼，打得对方猝不及防，之后点燃万花楼，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掌柜直接崩溃，根本不敢有丝毫隐瞒。在之后，所有人都猜测星河可能会将此事上报宗门处理，可大家又猜错了。他带领弟子们轰开皇家大门，管你什么狗屁平远皇家分支，上去就给了那个五品武灵一个大笔兜。最让我满意的是，星河在动手之前先亮明身份，这才是他敢动手打五品武灵的最大底气。事实证明他做对了，什么狗屁灵石补偿一概不要，砍我师弟一剑，必须断一条手作为代价。星河这孩子还是太仁慈了，这要是我不灭皇家满门，至少也要宰了这个黄少华。张长老，你这话就不对了，怎么就灭人满门？事情既然是黄少华做的，把他凌迟了也就是了，最多再把那个黄永堂一起凌迟了，其他人每人砍一条手臂以示薄惩也就罢了。反正星河什么都好，就是太心慈手软了。你们说的这都是些什么话？灭人满门，凌迟，砍手臂是薄惩？我昊天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不过你们说的也没错，倘若此次星河真的因为害怕皇家报复而回来禀报宗门，虽然合情合理，但却真的会让大家失望。带着师弟出去，师弟犯了错被人砍了，连报仇都不敢，未来如何担起昊天宗的重担？不过今日星河的处理结果，本座很满意，你们觉得呢？这孩子秉性纯诚，在宗门什么样，在外面就什么样。只要师兄弟有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出手，哪怕因此可能受到天大的责罚，也丝毫没有退缩。这孩子是洒脱，可其他人这会儿都在担心，因为错过灵窟时间而让星河受罚吧。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小脸白的，面对皇家一个个都跟小老虎似的，面对宗门却吓成这样。你们以后对弟子也不要太过严苛，特别是你啊，林师妹。宗主，你有所不知，我对待弟子严苛那是以前的事了。自从星河入了我灵鹤宫，现在灵鹤关内会受罚的弟子那是少之又少。这孩子得到众多师兄照顾，不肯忘本，只要师兄有难，他绝对第一个跳出来求情，哪怕我要连他一起责罚，他也毫不退缩。所以说现在啊，我在灵鹤宫这脾气已经好太多了。
哈哈哈！经过我多次严格计算，这会儿除非能飞，不然绝对赶不到了。最快速度也不行，完美。错过灵窟，就这一条就足够被严惩了。而且其他三宗的弟子因为没拿到破石丹，也无法进入灵窟，从而错失大好机会。三宗可不是软柿子，因为我一人的过错导致这么多人失去机会，他们还不得大闹昊天宗？到时候谁也别想保住我。那么我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亲传弟子铁定是没了，直接废了修为，逐出师门倒是不至于，但打入外门是肯定少不了的。昊天宗怎么也得给三宗一个交代是吧？从亲传弟子直接打入外门，爽啊！星河师兄，我们怕是来不及了。不管是否错过了灵窟开启时间，我们也要赶过去，哪怕真的错过了，也要给三宗一个交代。你们记住，我们是天下第一宗昊天宗，面对任何事情都不能选择逃避，要去面对。星河师兄其实早就知道赶不到了，可他没有带着大家返回宗门，而是选择前往灵窟面对三宗的指责。哪怕到了这个时候，星河师兄也丝毫没有推脱任何责任，这份胸怀，这份担当，真是让人汗颜啊！星河师兄，归队，这件事与你无关，哪怕回到宗门，你也绝对不准胡说八道，听到没有？好，别婆婆妈妈了，我们继续出发。你就是星河师兄吧？我是星月宗郭启振，也是此次星月宗的领队。想象中他们暴跳如雷的画面呢，这群家伙难道都气傻了？没想到星河师兄速度够快，竟然也早到了半天啊！什么？早到了半天？哈哈哈哈！这孩子现在肯定懵了吧？你们看星河这孩子脸上的表情，看来他也不是真的不怕惩罚。不错不错，这小子终究还是个孩子呀。之前表现无所谓，就是不想让师弟师妹们心里有负担。可他没想到，宗主您棋高一招，生怕这些孩子会误了事，给他们的时间提前了一天。毕竟是第一次出去的孩子，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过这小子现在的表情可真是太好笑了。本座也没想到，这小子一路上快马加鞭，到了才知道灵窟明天才开启，他那表情确实有趣。说好的重罚呢？说好的错过呢？我太难了。星河师兄，你怎么了？没什么。星河师兄，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东岳阁的领队樊胜樊兄。星河师兄你好。这位是北冥城的领队孙学恒孙兄。见过星河师兄。哦，好。楚领队，楚领队，我在跟你说话啊！樊兄好，孙兄好，久仰久仰。久仰？你恐怕连我名字都没记住吧？尼玛，老子的名字就2个字，有那么难记吗？哈哈，楚领队一路奔波，想必是累了，咱们先安营扎寨，明日再续。星河师兄，我就说有志者天不负。感谢老天，感谢老天！星河师兄这样的人，连老天都不会让他受罚。天佑昊天，天佑昊天，天佑昊天！昊天宗的人脑子都不正常吗？可能天才都有点毛病吧。3位领队早。哼，楚领队早，可是来商量入窟之事。按照约定，这是破石丹，足量的。虽然人讨厌，但东西倒是没少。昊天宗这点倒是守信。看来这是要孤立我们呀！太好了，你们三宗联合起来孤立我们昊天宗，到时候你们把灵液全都抢去，最好一点也别给我们留。星河师兄，他们这是要孤立我们？不是说好了共进退吗？唉，怪我了。昨天因为没有错过灵窟，一时失神，结果连人家领队的名字都没记住。人家说我们昊天宗太过自大和傲慢。说就说呗，我们还怕他们孤立咋的？对，星河师兄说什么都是对的，紧跟星河师兄的脚步，就能越飞越高。你们两人怕不是有病，这么听话，让我以后怎么坑你们俩？走！你傻吗？探路这种事儿让他们去，他们不动，我们不动。好，昊天宗不动，我们也不动，让他们先探路。有道理。等。坚持住，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大不了就等灵窟关门，到时候各自回家受罚，那可太完美了。昊天宗身为天下第一宗，以前都是一马当先引路，想不到这一代的弟子竟然如此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你他妈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玩道德绑架是吧？凭什么天下第一宗就一定要第一个进去？那这灵窟是星月宗先发现的，而且你们3家人多，你们不该走在前面吗？你说是不是？你都别吵了，再吵灵窟就要关门了。昊天宗的人不敢先走，
我们走。走，我们进去。这就是灵窟，好壮观。大家小心，可能有毒虫。所有人原路往回走。啊，往回走？星河师兄，灵窟可是已经开始关闭了，这会儿要是出去，就真的不可能再进来了。不演了，明牌了。为了不拿到灵液，我直接原地回城。就问你怎么输？自己一个反向操作，直接让所有人全出灵窟。昊天宗此次灵窟之行，别说灵液了，连弟子洗髓法骨的机会都没有了。就问这一句，谁能败我？理由我都想好了，自己刚进来就感觉昊天剑侠传来事情，下意识的想带领大家后撤，根本没想那么多，不行吗？理由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惩罚有没有？哈哈哈，我这么明坑队友，这下总稳了吧？听星河师兄的，往回走。对，星河师兄说什么都是对的。听星河师兄的，往回走。这群家伙现在怎么这么听话？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坑他们，但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坑还是要坑的。这是哪儿？我们不是应该出去了吗？难道我们穿越了？师弟，你也知道穿越？星河师兄，我只是知道空间错位后会形成穿越，我想我们大概是进入到了地下城2层了。操！吓老子一跳，以为遇见蓝星老乡了。不过这是什么鬼？不是应该出现在灵窟外面吗？怎么来到地下2层了？星河师兄，你简直神了！星河师兄，你是怎么发现那一层的入口？只要在最后即将关闭的时候选择后退，就会触发错位空间，直接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来到2层的。我他妈知道个锤子的错位空间，我就是想坑你们啊！我费了那么多脑细胞，理由都想好了呀。我知道了，星河师兄之所以不肯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星河师兄担心安全问题，而是星河师兄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机关，所以必须要走在最后面才能触发，对吧？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星河师兄这简直是以天地为棋局，每一步都是算得明明白白的。星河师兄，对不起，我刚才还怀疑师兄的策略，我错了。这一次灵液全都是我们的。对，灵液全是我们的。天佑昊天，灵液全是我们的。大家先不要急着探索，我们先看看四周的情况。三宗，你们可得给力啊！哥这边以一己之力为你们对抗整个昊天宗，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啊！大家千万不要担心浪费时间，安全第一。只要有一个师弟师妹不回来，绝不离开。星河师兄，通过这里应该就可以进入城池，里面应该就是灵液的所在。不要轻举妄动，我觉得不太对劲儿，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吧。昊天宗的人怎么还没跟上来？哼，我猜啊，人家是一点力气都不想花费，就等着我们清理出通往下面的道路呢。这个楚星河什么东西？他这样的小人都能成为亲传弟子，我看昊天宗也快完了。范师弟慎言，人到齐了吗？好像米雪师妹那一组还没回来啊！太好过分啊！你们这么多人就在这里一直等呢，还不赶紧随我去寻米雪师妹？米雪师妹好人啊，终于帮忙创造了一些拖延时间的机会。星河师兄，我们将走散的队伍带回来了，人终于齐了。我说过的，必须一个都不能少。星河师兄，这什么鬼？为什么昊天宗的人会出现在2层？我们辛辛苦苦在1层拼杀了这么长时间，昊天宗竟然在2层休息。星河师兄看来是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密道啊，呵呵，侥幸而已。不知星河师兄你们下来这么长时间，可有探索到什么？樊师弟、孙师弟，之前没有记住二位的名字，确实是个误会，是我一时失了神。两位师弟当时情绪太过激动，所以我也不好解释什么。这是我们昊天宗之前探索区域的地图，里面有通往城池的路，可以让各位省去不少力气，也当作是师兄我给大家赔罪了。星河师兄，你这是？10大宗派应该同气连枝，互相帮助，还请大家原谅我之前的不妥之处。哥，我把所有的剧本都给你们写好了，你们可不能让我失望啊！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通往城池的，应该才是正确的道路。没错，星河师兄，我们一起闯一闯这条路吧，这里应该就是正确的路。不，我觉得另一边才是正确的路。啊？你说那边？为什么？直觉。星河师兄，你这直觉可能不太准吧？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们如果选择这条路，那我就选择另外一条好，或者我们一起走。毕竟通往城池的路可太危险了，一个不小心，星河师兄多虑了，灵窟哪有不危险？如果宝物真的是不用经历危险就唾手可得，那还叫宝物吗？我选城池。
我们也选城池。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去城池那边，我昊天去另外一边。呵呵，还以为真的是诚心跟我们道歉，感情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简直是昊天宗之耻，我10大宗派之耻。樊兄慎言，樊兄说的不无道理。走吧，我们继续出发。哼，星河师兄，这边安全。好，继续向前探索。不好，有危险！星河师兄，三宗那边有动静，好像出事了。什么动静？你听错了。星河师兄，星河师兄！我操，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星河师兄，你直觉真的神了！前面灵叶竟然在前面！灵叶，那可是传说中的灵叶。星河师兄的直觉真的神了，比我们女人的直觉还准。真的是灵叶，这么大一尺，我的天！看拳，去死吧！大家稳住，我们冲过去就赢了。这么多！星河师兄，我们现在该干嘛？还能干嘛？洗呗！请星河师兄第一个下去，据说第一个下去的灵气最为浓郁。对，这个机会必须留给星河师兄。星河师兄如果不第一个下去，我谁也不服。3品大武师，就这么突破了！恭喜星河师兄突破大武师！不愧是星河大师兄啊，我们一起入的门，可他竟然都3品了，我们还是1品弟子呢。别废话了，我们依次去灵叶。又来了，我就想一无所获，怎么就那么难？星河师兄，剩下的灵叶我们全都带走吧，那边应该就是出口了。三宗那边怕是要完蛋了。不，我们要去救人啊？为什么？选择哪条路是各宗自己的选择，跟昊天宗无关啊。10大宗派，昊天宗排名首位。想当年魔道猖獗，10大宗派联手对抗魔道，当可谓同气连枝。可时至今日，魔道未灭，我不管其他宗派什么样，我昊天宗能看着他们葬送于此吗？人无信而不立，我昊天宗答应进灵窟时，只选择了100人，这里的灵叶足够有300人，剩下的是留给3宗的。昊天宗既然答应，便绝不会独占。星河师兄说的对，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走，驰援3宗。来呀，就算是死，老子也拉几个垫背的。樊师弟，快撑不住了，快跟我们一起走，快走！2位，我带领东岳阁弟子出来，却让他们葬身于此，我有何颜面返回师门？请帮我转告师门，樊胜是东岳阁之耻。樊师兄，快跟我们走！统领师妹，赵恒师弟，许多师弟，是我害了你们，死亡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吧。这是昊天不灭，浩气永存。昊天宗，是昊天宗，他们竟然来了！所有人跟我上，一定要把人全部给我救出来！飞剑，那是飞剑！传闻昊天宗有一件昊天剑匣，其中有9把神剑，可是昊天宗得此物400年，都无人可以驾驭，以至于这件事都成为传说了。但今天，昊天剑匣第一次出世，竟然在楚星河手中，他竟然来救我们了！这就是天下第一宗的胸怀吗？星河师兄，楚星河！愣着干什么？丹药拿着，马上救东岳阁的人！星河师兄，别废话，快！东岳阁的，给我救人！终于结束了吗？我来。什么这么硬？啊！这玩意儿防御力太高了，破不了防怎么办？让开，我来。飞黄。破防了，可是还不够。星河师兄，快退！马良，让开。可是师兄，这是什么？雷影出！昊天剑匣第2件，雷影。星河师兄，原来这么强吗？星河师兄一直都说自己天赋平平，修为一般，这是一般？没事了，
大家别愣着了，快救人！樊师弟，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星河师兄，之前我樊胜猪狗不如，竟然辱骂星河师兄是昊天宗之耻。今日星河师兄不计前嫌，带昊天宗前来驰援，救我东岳阁上下，无以为报啊！哎呀呀呀，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10大宗派同气连枝，这话我说了很多次。或许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今天我告诉你，我不是说说，我是真的记在心里。今日三宗有难，我昊天宗不可能见死不救。就像他日我昊天宗有难，三宗难道会坐视不管吗？绝不会！好，好，好，话我只说这么多，咱也不矫情了。对了，灵液我们已经找到了，就在另一条路上。现在灵液就在那边，各位师弟师妹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洗髓法谷了。什么？灵液真的在那边？昊天宗已经找到了灵液，但依旧还是跑来救我们，哪怕救完我们可能会被分走灵液，也依旧没有任何犹豫。这就是天下第一宗的胸怀吗？星河师兄，此次能保住性命已经是天大恩情。按理说，我东岳阁真的不能再拿灵液，但知道，宗门毕竟有令，你们也不敢违背，所以灵液还是你们的。走，我们现在去灵池那边。这些我们4家平分了吧？星河师兄，这怎么行？你可是立了军令状，拿不回去7成就消去亲传弟子身份的。星河师兄，昊天宗本来可以独享，却分给大家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要是再平分，那师兄你回去还要受到处罚，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对啊，不能平分，不能平分！万灵师妹，我们4家进来本就应该平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好家伙，再让你说下去，我军令状都完不成了。星河师兄，不能平分啊！剩下的所有灵液全部归昊天宗所有。啊！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要的是平分，平分懂不懂？我要的是完不成军令状受罚呀！星河师兄，你救了我们东岳阁上下，这份恩情比灵液重1000倍万倍。灵液给你们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不错，星河师兄若是不收，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星河师兄，请收下。请星河师兄收下。老子不辞辛苦的搭救你们，你们这群二五仔就是这么报答我的？那怎么行？你们可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倘若无法拿到剩下的灵液，你们回去也必定会受到重重的责罚吧？星河师兄，此次师门对我们的确是有着要求，可此次我们东岳阁若是没有昊天宗搭救，即便我樊胜这条命都保不住了，还要什么灵液不灵液的？星河师兄为了救我们舍生忘死，此后又让我们全都吸收了灵液。这个时候，我们要是再敢拿剩下的灵液，那还算个人吗？星河师兄，你不要再说了。我们真要拿了灵液，那可就是不仁不义之辈了。星河师兄，你可不能坑我们呀！我坑你们？你们这是坑我呀！星河师兄，这里距离我们星月宗最近，不如你们也随我们前往星月宗。此次灵窟之行，宗主和长老们肯定会好好谢谢你们。宗命在身，不敢违背。多谢郭师弟好意，我们还得赶回昊天宗复命。星河师兄，感谢的话我樊胜不会说，但星河师兄你的恩情我记在心里了。他日星河师兄如有需要，一句话，樊胜千里万里，必定万死不辞。星河师兄，你是我孙学恒这辈子最敬佩的人之一，倘若星河师兄日后有什么需要，千万记得招呼师弟我一声。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这是……我分明记得进去的时候，三宗跟昊天宗这边可是剑拔弩张的。怎么短短的时间过去，从灵窟出来，所有人对楚清河、对昊天宗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弯。昊天境可以通过一些秘法看到楚清河他们的行踪，可一旦进入灵窟之后，就无法再看清了。所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安排人去新月宗那边等候，郭启真一回去，马上就能得到消息了。师弟师妹们，这一次我们把所有的灵液全都带回去。这剩下的灵液虽然不如直接吸收来的好，但经过我们灵鹤宫师兄们妙手之后，那可是都能变成洗髓丹的。这么多的灵液，这一次所有新入门的弟子应该都能得到1颗洗髓丹了吧？何止，我算过，如果按照星河师兄所说的7成的话，每人可以得到1颗，之后还能剩余不少呢。星河师兄当初立下军令状说7成，我跟你们说我都吓傻了。
现在看来，星河师兄说少了，该说90%的。尼玛，这次出门莫不是没看黄历？老子都已经故意拖时间了，怎么就成了这样呢？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的。好，辛苦你了，你且先下去歇息吧。是，大长老。星河这个孩子比我预想的最好结果还要好上太多了。林师妹，此次星河可是为宗门立下大功，这剩下的所有灵液可都需要你们灵鹤宫炼制成洗髓丹了。宗主放心，交给我灵鹤宫就是了。不行，太郁闷了，太憋屈了，必须发泄一下。马良，在。我接下来要在雨城买点东西，你去给我打听一下，现在雨城最大的商会是谁家，让他们来。我后面买的东西需要他们运到昊天宗。啊，星河师兄，我们有乾坤戒啊。乾坤戒装不下。好。好家伙，雨城最大的商会，竟然是我们昊天宗自己的商会。昊天商会西区分会长秦向前见过星河师兄。师兄，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叫我师兄。秦会长，这师兄我可不敢当。星河师兄说笑了，您是内门亲传弟子，我是外门弟子。外门见内门称呼师兄，乃是昊天宗的规矩。我秦向前虽不常在宗门走动，可门规从不敢忘啊。好吧，好吧，随你怎么叫。秦会长，我打算在雨城买点东西，算是给师门的兄弟姐妹，还有各位长辈带点礼物回去吧。啊，要带几份？我可以帮忙挑选，每个人都有，包括外门。啊，每个人都有？昊天宗内门18宫，加上昊天宫一共19宫，人多的宫几万人，少的也有数千近万，总人数加起来，给所有人包括外门弟子每人一份礼物。这是要把雨城买空吗？没关系，我们用盲盒的形式多买点，到时候每个人抽盲盒，拿到什么是什么。盲盒？把所有礼物全部打乱，用大小不一但模样完全相同的盒子装起来，到时候大家自选，选到什么就是什么。怪不得星河师兄不用乾坤戒呢，就这个数量，乾坤戒完全装不下啊。好，我这就让人去准备星河师兄说的盒子。这家店看起来不错，要了。要什么？除了老板和店员，全要了。啊，好的。这家店也不错，都是金银首饰，全要了。什么？全要？我没听错。这家珠宝也凑合，全要了。这家衣服算了，衣服不要了，把装饰品全买了。星河师兄，您今天花销了这么多，钱还够吗？还有10几箱灵石，都是师兄们给的零花钱，应该够吧？十几箱？会长，有什么就说什么。星河师兄乃是我昊天宗之人。会长，听雪楼的贾贵又派人来了，不是说了不卖吗？怎么还来？听雪楼10大宗派之一，贾贵又派人来了，这是要有事发生啊！星河师兄有所不知，我们西区分会距离灵脉山最近，越过榆林山脉就是灵脉山，所以灵石的原矿开采也是我们西区负责。你继续说。前些日子灵脉山发现一个大矿，可以出产上品灵石，包括我们昊天商会在内的几家商会从大矿里买到了大量原石。这批原石只要从灵脉山运到东区10家，转手就是10倍利润。10家以灵石起家，所以有天下灵石出10家的说法。他们有特殊手法，可以将原石中的灵石剥离出来。听雪楼得到消息晚了，根本没抢到原石。贾贵四处求人，得知我们昊天宗收购的原石数量最多，但是他们只愿意出原石5倍的价格收购。星河师兄，您听听，原石我们都买到手了，只要运到10家，一打开我们就赚10倍。他现在想用5倍的价格买走，我们傻呀？这不是让我们昊天宗亏损吗？亏损本来可以赚10倍，现在要是以5倍的价格卖了，那是不是等于昊天宗无形之中亏了5倍？这个算术我会啊。秦会长，带我去看看原石吧。好嘞，星河师兄这边请。好家伙，这么多的原石，再翻10倍的价格，宗门那是得赚多少啊？星河师兄，只要这笔买卖干完，我西区今年必定会成为4区之首。这些原石足够供应我们昊天宗1年的消耗了。宗门1年的灵石消耗份额，铁定是一笔天文数字。但如果我把这批原石以5倍价格卖给贾贵，
昊天宗就亏了5倍，5倍的巨大损失，足够我被重罚了吧？亲传弟子身份没了，打入外门，至少呢，说不定还能直接被逐出师门。哈哈哈！巅峰武帝，我来了！把原石卖给贾贵啊！我说，把原石卖给贾贵。星河师兄，您说什么？卖给贾贵5倍价格，可我们运到石家能赚10倍啊！星河师兄，这可不行啊！如果此时卖给贾贵，我们可是等于白白损失了1半啊！我说，把这些原石全都卖给听雪阁的贾贵，只要5倍，今晚就卖。大长老令，星河师兄，您这是？我这意思很明显啊，星河师兄手里有长老令，这命令我不得不从，但请星河师兄告知我，到底为何？如果星河师兄不能给我一个说法，那就算星河师兄有长老令，我也必定要前往宗门讨要个说法。嘿，还有意外收获呢，给你个说法，给你个锤子说法。我难道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让宗门亏1半吗？我明牌了不行吗？哈哈哈，给宗门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还要去告我，那可太棒了！宗门知道这件事儿，再加上我胡乱使用长老令，这一次消去亲传弟子身份，稳了。照做就是，其他的你不用管。老爷，昊天宗那边来消息了，说要卖原石给咱们。什么？这批原石本可以让我一跃成为今年4大分区之首，更让我距离那昊天商会总会的位子更进一步。可现在，我一定要将事情如实禀报，这个锅太大了，我秦向前背不起。嘿嘿，这一次亏损巨大，大长老肯定保不住我了吧？明日就回去了。哈哈哈，好期待被重重的惩罚呀！楚师兄，传送已经准备妥当了。好，有劳秦会长了。秦会长，你也跟着我们回去啊？好久没回去宗门了，正好有事禀报，顺道和各位师兄回去看看。挺好，你一个外门弟子有屁的事禀报啊？想告状直接说啊，我很欢迎的。参见宗主，参见各位长老。哈哈哈哈！好啊，好孩子们，你们每一个人此次在外的表现，我们都已知晓。对于你们此次灵窟之行，宗门非常满意。但你们也不要因此骄傲，毕竟你们还是犯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错误。回去之后要反思己身，日后绝不可再犯同样错误。宗主这话等于是说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事，但是他不打算再追究了。我总算是过去了，我能有今日，全都靠星河师兄啊。好了，此事已了，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一番吧。弟子秦向前参见宗主，参见大长老以及诸位长老。我记得你叫秦向前是吧？西区的分会长。不管怎么样，今天我必须要如实禀告。启禀大长老，此事跟星河师兄有关。星河师兄他怎么了？大长老，此事就是如此。你说的可是真事？他说的没错，是我。他承认了。星河，说说吧，你到底是怎么想？怎么想的？我还能怎么想的？我就是打算让宗门损失呗。哈哈哈，好孩子，星河，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师妹，你看。原来如此，星河这孩子差点就让我们误会他了。这是什么情况？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但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好孩子啊，你自己看。这批原石竟然有问题。你这孩子，既然发现了这批原石有问题，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搞得我跟宗主还以为你又胡作非为了呢。哈哈哈哈！药圣传承果然非凡，不过药圣没有选错人，这孩子当真是天佑昊天啊！秦向前，现在事情明朗了，你可要多谢星河为你收拾残局。倘若没有星河出手，你可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是
是。秦向前，此次你算是因祸得福。至于你之前状告星河一事，想来星河心胸宽广，必不会与你一般见识。此事到此为止。是。好孩子，你也先去休息吧。秦向前，星河师兄，你还留下了多少原石？星河师兄，我该死，我该死啊！到底留了多少？1/10。星河师兄，我真不知你良苦用心，我。好了，此事我知道了。回去以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窟窿自己堵上。此事到此为止。一个人被别人误会，被别人告状，可是他没有去记仇，反而最终帮了这个人，这是何等高尚的一个人啊！星河师兄，今日之事，师弟铭记于心，谢星河师兄大人大量，放我一马。好了，别这样了，你为宗门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此事你也记住，绝不可有下次。星河师兄放心，从今天开始，星河师兄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让我追狗，我绝不撵鸡。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听说是星河师兄买的。星河师兄这是买了啥？这也太多了吧！这得花多少钱啊？星河师兄可是灵鹤宫弟子，听说灵鹤宫的师兄们可是把星河师兄当成掌上明珠对待，这点钱对于灵鹤宫根本不算什么。长老，弟子第一次下山，想着给各位长老和师兄弟们都带了一些礼物，但也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就用了这样的方式。盲盒里面什么都有，不管开出什么，都是弟子的一点小小心意，还请各位长老千万不要见笑。你这孩子，当真是用了心了。连本座都有礼物啊，这孩子有心了。楚星河，你这狗贼，如此要买人心的行为，下贱！楚星河狗贼，你竟然如此辱我！我是谁？我可是楚城靠山村天赋第一人，楚星河那狗贼可是排在我后面的。身为靠山村第一人，我的未来必然是要成为手提3尺剑，直上9重天的人物。即便我暂时遭受了各种不公待遇，但我坚信，这不过是天道之路在给我的考验罢了。只要我扛过去了，必将鱼跃龙门，一飞冲天。你楚星河算是什么东西？不过是靠山村排名第2的小杂碎罢了。这是星河师兄送你的盲盒，你竟然把星河师兄的心意摔碎了！又是你，真是不知好歹！你不要过来啊！星河师弟，冯师兄，我刚得到消息，武帝城和天耀宫的人快来了。这一次他们可是来者不善，宗主和各宫长老现在都在昊天宫里面商量着怎么应对呢。要打仗了？不是打仗，我昊天宗排名天下第一，武帝城仅次于昊天宗。多年来，武帝城一直想要超越昊天宗，成为天下第一。那让他们超啊！但武帝城无论底蕴还是实力，相较于我们昊天宗差距都比较大，尤其是他们的天耀宫。15年前，他们提出来一个弟子演武的想法，就是他们武帝城每一代新入门最优秀的几个弟子，都会前来昊天宗，说是讨教，其实你懂的。我猜啊，这一代入门弟子，星河师弟你是肯定要登场的，而且不光对阵武帝城，天耀宫那边也肯定是要你出手的。输了怎么办？输？星河师弟说笑了，我昊天宗什么时候输过？那万一呢？没有万一，所以师弟你千万不要想着输，一旦输了，不光宗门受损，师弟你也必然会受到重罚。毕竟这可是对阵武帝城，输了就等于是丢了宗门脸面，到时候就算所有人求情都没有用。丢宗门脸面吗？哈哈哈，武帝城是吧？老子这一次输定了，谁来也不好使。星河师弟，你必定是要出战的，而且外面现在都传言，你应该是代表这一代的首席对战对方的首席。可我也听说，对方那个叫郑玉的家伙，得到了武帝城无上传承7色琉璃身，可没那么好对付。没那么好对付，那就对了。要真臭鱼烂虾的，我演都不太好演啊。冯师兄放心，如果我可以代表宗门出战，必定不负宗门重托。好，我就知道星河师弟有担当，
楚星河即刻前来昊天宫。参见宗主，参见各位长老。武帝城和天耀宫前来之事，想来你们应该知道了吧？所以此次将你们三人找来，所谓何事，你们应该也清楚吧？果然是这事，我被选中了。从3000弟子之中脱颖而出，我做到了。一边是古井无波的楚清河，一边是喜形于色的马良和万林，这一对比之下，高下立判啊！星河这孩子果然非同凡响，小小年纪竟然可以有如此气度，着实是天佑昊天啊！3日之后，武帝城和天耀宫的人就到了。这比试关乎宗门颜面，你们切记不可有丝毫大意。好了，你们下去准备吧。是。没想到几日不见，万林师妹的压迫感竟然这么重了。星河师兄，怎么办？我现在紧张的要死，代表宗门出战，万一我要是输了，岂不是给宗门丢脸吗？我现在……星河师兄，来的时候我就猜到是什么事了。当时只顾着高兴自己竟然可以从3000弟子之中脱颖而出，可就像星河师兄说过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大是大。星河师兄，你难道就没有一点儿……没有。你们之所以会觉得忐忑和紧张，是因为你们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会输，你们只是害怕会输，可我不怕。一个人如果连面对输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会赢呢？如果连面对输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会赢呢？星河师兄，你这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有任何压力。当你连输都不怕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可惧怕的？面对输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会赢呢？这小子不得了啊！跟武帝城比试这么多年，每一次被选出来的弟子，无一不是忐忑不安、紧张无比。星河这孩子还是第一个可以将胜负看得如此透彻的。不怕输才能赢，这孩子比我们看的都透彻啊！宗门有此子，真是天佑昊天呐！星河小师弟，星河师弟，这是我帮你收集到的郑玉的各种信息。星河师弟，武帝城的至高绝学七色琉璃参，虽然我没有见过，但是我从藏宫塔的秘阁之中，还是给你找到了一些大概，可以给你当成参考。星河师弟，加油！星河，关于郑玉，有些话要嘱咐你。弟子洗耳恭听。郑玉此人被武帝城称之为千年一出的绝世奇才，各种属性面板属于是直接拉满。武帝城的至高绝学七色琉璃参都被其领悟。武帝城对外已经放出豪言，此次郑玉必将横扫昊天宗。星河，我对你的能力自然是认同的，但你千万不可懈怠，这郑玉确实很强。大长老放心，弟子记住了。另外还要注意他们的天耀宫，听说天耀宫出了一个绝世天才，想要跟咱们灵鹤宫掰掰腕子。星河，对于跟天耀宫的比试，只有一个要求，不光要赢，咱还得赢得有水平，赢得够有面子，切不可让宗门失望。放心吧，大长老，放心吧，大长老，在让人失望这一点上，我从不让人失望。